端上來的時候就是很清澈，感覺像個精品，滷得很軟爛，但是它是 Q 的口感，是有入味，但是它又不是讓你嘴巴很黏的那種感觉。在地人推薦的蛋餅店，都是他們純手工做的。这鱿魚螺肉蒜我們推薦哦，它的那個魷魚很嫩，螺肉呢脆口啊。來看一下，你看它的 menu， 這是木頭的哦，而且它 since 1957年，還蠻有分量感的，還蠻漂亮的耶。它只要自己端，很豐盛，而且它那個魷魚螺肉蒜很香。現在來到的是北港的保生堂，然後剛剛看到那個畫面就是它的杜仲麵。杜仲麵呢，它有分荤的和素的，差異在于荤的話是用鵝油，素的話是用麻油。我先來吃它第一口，來先給它拌一下，它放的有點久了，所以膽巴給龜 Q。它這個端上來的時候，那個味道還蠻香的哦，還有一點點油蔥酥。好，來給它第一口。雖然說是鵝油，但是我覺得它有那個豬油的香氣。雖然是葷的呢，可是吃進去呢，蠻清爽的一個味道。鵝油味道很香，它就是一碗很高雅、清爽的麵啊，有一點黑色嘛，又有個性，以為是墨魚麵，有沒有？沒有。而且大家放心，它的杜仲的味道沒有那麼重，所以不會那麼的中藥味。它這個魷魚螺肉蒜一上來的時候，我在前面在端它的時候，那個味道就好香哦。整個就是乾貨的味道，然後它的那個魷魚很嫩，螺肉呢，我吃看看，脆口了，然後它的湯很鮮。我現在吃一口它那個筍子，裡面還有筍子和香菇，還有排骨。很脆。這魷魚螺肉蒜我們推薦哦。那魷魚螺肉蒜呢，算是一個很專屬台灣的混血菜哦，因為它有日本的螺肉啦，台菜裡面會看到的香菇、魷魚還有排骨哦，都在這個魷魚螺肉蒜裡面可以吃得到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啊。另外一點呢，魷魚螺肉蒜哦，它的這個由來呢，其實還蠻多的說法的。不過呢，我覺得我比較可信的說法應該是這道菜其實是源自於台灣上個世紀那時候就是比較夜夜笙歌嘛，所以那個酒家文化比較多的酒家，因此呢就推出了這個魷魚螺肉蒜給客人喜酒用的一碗好喝的湯。這個杯呢是中西合併的枸杞咖啡。因為保生堂還不是做餐飲之前，它的前身呢是中藥店，因此來個中西合併的咖啡也不為過。然後保生堂它很特殊哦，因為它在上個世紀很古早的時候呢，除了是中藥店之外，而且它還是我們北港五財神武德宮的發源地。很巧因為我的公司的名稱就是北港五財神賜給我們的，所以今天來到它這發源地我覺得很好拍，非常的好拍，生意也還不錯。那除此之外呢，它的餐點有創意，我非常的喜歡。但是我必須要說它的那個枸杞咖啡枸杞的味道我是沒有喝出來的，咖啡的味道倒是很濃的，整個都醒了起來。它的枸杞用得很好，而且嚼下去呢。那個還蠻一粒一粒的，而且很新鮮的一個枸杞耶。我覺得這個特色的話是你要把這個枸杞拿起來吃。另外呢，在保生堂除了可以感受到上個世紀無可取代的傳統古早的台灣的建築美學融合的創意，在這個店裡面都可以看得到之外呢，另外一點很重要，因為北港我覺得這裡非常的熱，所以保生堂這邊是有冷氣的你假如說想要喝咖啡、喝茶，或是要吃一個台灣很經典的酒家菜，魷魚螺肉蒜都可以在這裡吃得到重點是冷氣。
好，謝謝你，謝謝。它其實走廊外面會有一點點，有點味道，所以它這邊的格局是，我覺得比較老派，老派的格局。可是呢，外面是看不到廟的，有點可惜，有點可惜，還蠻老派的，我覺得啦。你看浴室在那邊，朝聖酒店呢就在朝天宮的對面哦。因為每次來這邊的話都是拜拜嘛，但是我們今天是2天1夜，終於有機會來住朝聖酒店今天的話我們是平日來，那今天可能有優惠，所以我們今天晚上的話住一晚是2400塊。不過價位的話大家可以在他們的官網上面去做查詢，因為可能假日或是有些檔期價錢會不同。今天來到這邊呢，我除了拜拜之外我很喜歡是它這邊小巷弄的風景。它這邊這袋子還蠻好看的。阿敏呢是我們的在地人朋友，莎莎還有聖哲夫婦特別是莎莎介紹的。他說這家店很好吃，所以我們來吃阿敏。很多呢，因為莎莎說好吃所以就要給他全都給他點起來。我們來吃這個45塊1碗的尋根，而且這家店阿敏它已經有76年的歷史。它的那個螃蟹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重因為古早時代呢，這一區就是很多的海港工人嘛，所以我認為這邊的小吃的特色其實會跟當時的那個飲食習慣是有一些相關聯的。這一碗羹它裡面有筍絲、肉絲，還有螃蟹，螃蟹有在裡面，是真的螃蟹然後還有一點法菜絲，還有這個是蛋，然後它的螃蟹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重是真的螃蟹。它的鹹度會比較重一些，很適合標崩吃。再來呢是30塊1碗的古關丸湯，我覺得它這邊的這個價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啦，仿佛還是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的價格。我現在吃看看，它的丸子的味道會比較出來。古關的話是上面有個小點綴，有沒有？我覺得北港這邊是比較炎熱的。像這種苦瓜的湯品呢，一樣是可以解暑氣。它的那個丸子有一點嚼勁，算是扎實。然後他們的飯呢都有這個醃制的小黄瓜。我現在吃看看蝦仁飯，第一口，它蝦仁是有裹一點點太白粉粉漿的，它的那個飯呢，米飯是粒粒分明之外大家假如說喜歡吃那種豬油拌飯，它有點那種豬油拌飯的味道，很好吃，很好吃。而且它那個蝦子不腥，很甜美，很甜鮮的味道。重點是它的米飯，我很喜歡，粒粒分明，很棒。再來就是小排飯，我先吃它的第一口，因為感覺他們的那個蝦仁飯跟那個小排飯的那個滷汁有沒有？感覺是同一鍋的。不太像，但是是同一鍋的米飯，醬汁各有特色。來看一下它的小排，哇，是很厚的很肥，而且它應該是炸過之後下去，好香它有點點那種粉蒸肉的口感，而且是那種已經真的很軟爛的那種，好吃的。它的小排有贏過蝦仁飯，有。而且假如大家喜歡吃那種潮州粽假如潮州粽它裡面的那個五花肉滷得很厚的話，就是那個味道，很好吃，很好吃。小排的那個肉會化在口裡面因為我其實一般沒有特別的喜歡吃這種炸過再下去滷的小排，但是它的這是成立的呀，好吃。它看起來軟軟，但是它不濕，它的形狀還在，而且那口感也還在，就是不是那種爛爛的，很好吃，很好吃。而且它有個那個滷排的那種滷香味。再來呢，就是它這一盤70塊的豬腳，我覺得它這邊的價錢真的佛心價。它雖然滷得很軟爛，
但是它不是到那種爛的口感，是 Q 的口感，不會到黏嘴巴，很奇妙哈。我不知道它是火候怎麼控制的，就是它其實是有入味，但是它又不是整個就是讓你嘴巴很黏的那種感覺。那因為上面有薑絲嘛，所以有一點點那個薑絲的味道。我覺得它豬腳滷的是很特別，我只能說特別，因為像這樣的這種滷法，一般都已經會黏嘴巴。我認為哈，他們有他們的獨門的烹制的配方，就是介於黏和不黏之間。配白飯也很棒，我等下再來叫一碗白飯。再來是滷腸，而且他們生意很好哎，現在已經客滿了。我原本以為滷腸是滷大腸，但並不是。一點點脹氣的味道，然後我下次來滷腸可能會怕死。我們現在快吃完了，然後我內心排名第1名呢是小排飯，再來就是它的豬腳，我覺得很特殊哎，到底如何做到有點爛又不會太爛，而且又那麼好吃哦，鹹甜的。那我覺得阿敏它有個很大的特色，就是這樣點下來，除了非常便宜之外呢，再來就是說像我們現在已經是中年人了，所以不能吃太飽，吃個7、8分飽又吃得巧。我覺得阿敏就是這種吃了7、8分飽又吃得巧的一家店，很棒，難怪在地人推薦。我现在沒想到，今天這家店呢是我們的客人朋友久久見面一次的客人朋友沙山和勝哲介紹的店啊。那時候因為勝哲剛好要接小孩去補習班啦，在路上就遇到嘛。他說有一家店晚上才開，是蛋餅店，很好吃。我想說蛋餅店不是早上時候才有嗎？是到底是有多好吃啦？晚上開，結果大家看一下，人很多呢。老闆娘很謙虛說，因為我來人才這麼多。他說平常人沒這麼多我是不知道啦，但是這真的是在地人推薦的一家蛋餅店只有晚上6點的時候才會出現哦。那個我們攝影師比我還緊張，因為這是起司的嘛。假如說沒有趁熱吃呢，它就不黏了，畫面不好看了，一直拼命叫我趕快把它吃掉，讓我覺得壓力好大哦。難怪它要晚上開，也難怪它生意這麼好。除了恰之外它的蛋餅呢不油，就是它有把油給收掉，而且我剛剛聽老闆娘講他們除了那種饅頭掛包的那種麵體不是他們做的，其他這種都是他們純手工做的。所以好吃有原因的好吃，而且它起司是有起司香味的。我覺得它應該早上也應該要開吧，因為這種吃了之後，我覺得好像早上就是整個心情都很好。明明現在是晚上怎麼辦？晚上不用睡了。接着我要吃它這個蔥油的蛋餅，他們這邊很便宜這樣一盤才25塊。就是酥脆，然後又不油，蔥的味道很滿。我相信它放涼了也是好吃，但是這好吃程度你要在現場吃才會嘗得到，恰恰酥酥的，而且不是那種濕潤的蛋餅。這種我很喜歡。它這個杏仁漿也是阿國店家自己做的，基本上它這已經是吸管無用的啦，因為它很濃。非常的濃，我覺得可以當成是那種很濃的稀飯來吃，然後杏仁的味道也是很香。我要把這個起司呢拿來沾醬因為它這個醬，他們店家有堅持，就是你要不要這個辣呢？你要先跟老闆娘講它這個不是桌面上的那種辣，是特調的。吃的酥是特調，但是因為它的蛋餅太好吃了。反而不沾醬就好吃，而且它麵皮都是自己做的，可以吃到麵粉的香味，好吃啊！大家有沒有看？我剛剛邊拍邊喝，已經喝一半了。它这個黑豆漿非常的好喝，而且雖然它是黑豆漿，但我覺得有點綠色，有沒有？好喝的，而且糖在這黑豆漿裡面，它變的是溫潤的那種甜味，甘醇味的那個醇就是表示
這個的滋味，一樣也是店家他自己打的，也是網絡名店呢。哪有啦？有啦，真的啦。哎，那叫什麼名字？有人打古早味，也有說祈福啦。祈福是我公公的名字。老闆娘，你說那個綜合鮮奶油有什麼？西瓜、木瓜、香瓜、鳳梨。对，然後芭樂檸檬。所以它这是綜合牛奶，而且啊，這家古早味又叫做祈福的名店哦。啊，我說是網紅名店，啊，老闆娘說不啦，就是很謙虛，有沒有？我很喜歡的是哈，它除了就一杯有沒有？它很老實呢，還在給你另外一杯。雲林這邊真的是人情味哦，這北港這邊真的是人情味重，而且又誠實，做生意超誠實的，就這樣給你一杯，這樣一杯才50。好，現在喝的是綜合鮮奶，就是剛剛附送的很多的果汁，誠實的果汁的味道。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做北港朝天宮的美食這一集哦？其實是因為最近我的那個 B 站上面有網友哦，黏人精的蘭哦，就問我說，可不可以來拍一下這個宮廟的介紹？其實哈，這些年之間哈，我陸續都有收到網友的這個，就是希望我來拍宮廟啦。最近剛好有一些時間，也有一些閒錢啊，所以就開始來拍宮廟的相關的介紹，順便宮廟的周遭的美食也介紹給各位觀眾朋友。所以我們今天的這一集呢，就是以北港朝天宮為主，然後再來呢，喝的這個是酪梨牛奶，一樣也是50元，一樣呢，這樣才是一大杯，沒想到吧？我覺得它的特色是我們一般喝這種果汁，怕大家會覺得不夠甜，所以會加很多的砂糖進去，或是白糖進去。可是他們的這個都是自然的滋味。然後另外一點呢，它這個酪梨牛奶我相信應該沒有套水啦，應該吧然後呢，它裡面是有加蜂蜜，所以這2杯果汁都喝不到那種化工的糖味。自然的果汁的甜味，難怪是網絡名店。為什麼有蠻牛？蠻牛是丹麥啊。丹麥哦。也有年輕人喜歡蠻牛加檸檬啊。蠻牛可以加檸檬嗎？對。沒關係。特調很好喝，所以呢，蠻牛也有加檸檬，年輕人的新喝法。因為我們一般拜拜的習慣呢，都是白天來拜，但我覺得北港朝天宮媽祖這邊呢，晚上來拜別有一番滋味，應該是說晚上來拜的話，人就沒那麼多，而且風好涼哦。另外一點呢，北港朝天宮它晚上的話是到12點所以晚上才有時間的朋友也可以挑12點之前來這邊拜拜。來吧，我們今天12桌，一個豬腳飯，一個土魠魚跟青蛙湯 ，and 一個養生川耳。我現在吃這個川耳。就是小木耳啦，但是就是小型的，不是大的木耳。酸酸的味道。我现在可能没有那麼多詞彙因為我剛剛才去旅館，已經是洗過澡了。本來沒有打算要吃宵夜，但是想一想，既然都來到這裡了，然後伊朗的話。又是號稱是北港必吃的宵夜，不吃有點可惜，所以就有點沒有整理，頭髮亂亂的就來吃了。好，再來的話就是這個土魠魚羹因為來吃的是伊朗土魠魚羹嘛，但我要跟大家講它上面是寫醬油，但是它是醋，它是醋。我曾經有被土魠魚自己煎的土魠魚有嚇到，就是那個腥味會比較重，所以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土魠魚似乎要吃炸的所以我現在看到沒有炸的，有點害怕。我還是愛吃炸的土魠魚，所以我事先有加烏醋，
是對的。它的就是不是炸的嘛，然後就是有裹一层漿，滑滑的。然後今天伊朗呢也是感謝聖哲的推薦，他說伊朗是可以給他吃起來，他認證過是算好吃啦。豬腳 OK， 而且它醬色沒有上得太深，但是它是入口即化的，老人家會愛。我覺得它很可愛因為我們點的是豬腳飯，它的豬腳飯呢是白飯一碗，然後再一盤豬腳。我本來以為就是醬油飯，然後在上面的話就是放豬腳，結果不是是分開來的。我覺得這樣比較和外面的有點不一樣啦，但是我覺得這樣吃起來就是比較乾脆。膠質很滿，會黏嘴巴的那一種，但是它的那個醬油就是不會那麼重，香菜有給它提味，有把豬腳的那個味道有提升出來，好吃。接着呢，來加這個應該是北港的名產花生辣椒醬。它這花生辣椒醬好香哦，我倒下去就聞到它那個花生辣椒醬的味道。加了花生辣椒醬之後的豬腳。是有加分的，是有。接着呢，就是青蛙湯，北港圓環最著名的那一家我也吃過。然後這一家呢，我必須要講，它端上來的時候就是很清澈，感覺像個精品。圓環的呢，感覺吃起來野味比較重。我以前對於這樣一整隻的青蛙還是有點恐懼啦，所以我比較喜歡看那個經過分屍之後的。不好意思因為我現在就是已經要準備要進入睡覺的狀態，所以我的那個大腦就是有點膽巴紊亂啦，詞彙有點亂七八糟。看到這一整隻青蛙，其實還是有點心生恐懼啦。但是沒想到伊朗的這個青蛙就是個精品啊，感覺很乾淨。我現在直接吃一口了。就我吃青蛙其實不怕，因为它就吃起來就像比較更滑嫩的雞肉。我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要來吃伊朗土托魚的青蛙湯了，它處理得很乾淨。它沒有那種青蛙的腥味，一定要再加那個九層塔，因為青蛙在所難免還是有一點點那種味道，有沒有？那因為呢，青蛙它還是有些膠質，有沒有？吃起來也是有點彈彈的，軟糯的口感，是好吃的，是好吃的。假如說它已經不是完整的青蛙，你拿給我吃，我會覺得，吃起來好像是青蛙，但是比青蛙還好吃。沒想到北港來吃這個宵夜都是口味這麼重。而且這樣我吃下來呢，我的第一名在伊朗土托魚羹這邊的話，應該是它的豬腳，很好吃，很好吃，就是會黏嘴巴啦。那另外呢，你加花生辣椒醬的話，它的滋味是有提升的，是有加分的作用。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這個青蛙湯，因為它的青蛙湯很乾淨，然後青蛙吃起來就是沒有那種青蛙的味道。因為青蛙好吃的其實是在它的肉質，它又比雞肉又更滑嫩，然後又有青蛙的膠質，我覺得它的青蛙湯還不錯。然後剛剛攝影師有問說有沒有像蛤蜊湯嗎？沒有，它沒有像蛤蜊湯，雖然它的九層塔加很多，但是它有一個清甜的味道，是乾淨的青蛙湯。假如說下次我再來伊朗的話，就這兩個我會給它點起來。北港朝天宮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媽祖信仰中心之一。根據朝天宮官方嚴格，清康熙33年，也就是西元1694年，臨濟終生人述弼奉湄洲天後宮媽祖神像來台，從當時的諸羅海口笨港登陸。笨港早期是交通、商貿與移民聚集的重要地方，隨着聚落發展，媽祖信仰也逐漸成為地方生活的核心。後來地方人士獻祀奉祠，香火延續，逐步發展成今天的北港朝天宮。這座廟不只是一個宗教場所，它也承載了移民、航海、商貿與地方信仰的記憶。在吃遍台灣的這集介紹裡，就是想從這裡出發，看看一座300多年的信仰中心如何影響北港的街道、老店與美食生活。老闆娘的那個嗓門很大，很有活力。因為我們剛剛問她，就說：“
啊，金節發五金行和金節發是不是港根吶？就跟我們講說啊，這裡原本就是金節發，所以我們今天來吃的是金節發的這個煎盤粿。然後我們今天太晚起來了，所以能夠點到的餐呢，已經基本上都吃不到了。我們後面已經沒有客人了哈，所以它這個的話是它的綜合粿啊，基本上呢，它原版的綜合粿哈啊，應該是要有米腸啦啊，起碼就生意太好哦。對，還有香腸哈啊，我再一盤香腸好了。沒有了，沒啊，嘿，所以要早點來吃哦。現在有吃到還好。好，有福氣啦。老闆娘，嘿，你不是老闆娘哦。我親家。哦，親家哈啊，所以這以前是那個五金行對，就是啊。以前是在賣五金行的東西。嘿。啊，咱往來咱是個粿粿。哦，啊，賣粿比較好賺吧？哎，你們好賺一身價啊？沒有，會比沒啦，比五金行生意好啦，哈。哎啦。這邊大概做多久了？哎呦，那有沒有50年？沒哈，啊，差不多40多年這樣子啦。50。對。所以他就是開到那個中午之前，那11點吧。嘿啊，所以要吃的話要早點來吃。好，我先來吃它的綜合粿。它粿都自己做的啦。哦，它粿好恰，而且就是手做的那個味道啊，有點爆米香的味，很香。然後再加上它這個自制的醬，試看看。主要是它的粿好吃好，然後再是它的這個滷腸，洗得很乾淨，是吃得出來的，很好吃。因為我是這個長齒嘴哦，好吃不好吃馬上就吃得出來。我大推它這個粿哦，它的恰是自然的恰，不是那種故意要煎很恰的那種，很好吃。不知道有沒有這邊賣有沒有買回去自己煎？有沒有？好吃好吃。好，一樣也給它加一下辣椒，看一下會不會提味。來吃看看，因為我對於昨天那個就是花生辣椒情有獨鍾，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有一點點，不過應該是就是那種辣豆瓣醬哦，會辣會辣，好吃好吃。接着呢是他們的豬肚湯啊，豬肚湯的話它在我面前那個胡椒粉、白胡椒的味道還蠻重的，但是它的筍子其實味道還蠻出來，還有那個薑絲的味道。而且這一碗多少錢啊？老天爺才40塊。我發現他們食材都處理得很乾淨哦，食材處理得乾不乾淨，其實第一口最清楚。包括了它的豬肚也是處理得很乾淨。我喜歡它的豬肚，雖然不是像外面切成一大片，有沒有？但是它這樣細細的，這樣一條一條的，很好吃。那它這個湯呢，它其實是清湯，不會很油啊。所以像現在呢，外面也是很熱哦，喝它這個筍子清湯很棒。而且它的豬肚，我剛剛在下面挖，上面還有很厚的豬肚，好吃啊。特別是它這個煎粿我剛陶多有問一下陶哥陶哥說他這邊比較少提供買回去自己煎真的是很少量，所以要吃的話就是來這裡吃。我覺得來這裡吃，他幫你做好也不錯。因為這個呢算是北港人的早餐。雖然我今天運氣很好有吃到，但很可惜，因為它綜合的呢是有粿再加米腸和滷腸。今天米腸和香腸已經賣完了，我覺得下次我要再來吃。嘗它的米腸應該也很好吃，專程來吃呢，專程呢。你網絡紅店哦，很紅哦。唔知哦。來這道理。好，多謝。這是啥物？這杏仁片哦。杏仁片哦。咱吃飯的米。吃飯的米。吃飯的米咧，落去石磨咧，再落去煮。所以這較無迄個味足強。所以它不是杏仁粉哦，不要搞錯，它是杏仁片下去，和米一起煮這一起這樣磨。這個叫做純杏仁的啦。最天然的，上天然的
雄厚，上天然雄厚。我先喝这个杏仁茶，一樣，就是感覺在吃飯的感覺啊。因為呢，它的這個杏仁茶哈，純天然之外哈啊，也有加米飯啊下去熬啊，因為要加那個米啊，它才會這種濃稠感才會跑出來。澳門呢，大家攏第一隻賣毛油。我在。寶啊，自己做的嗎？自己做的、哦。好啊，寶啊，幾個？霸包。這個是阿姨她手做的霸包。哎，我覺得它這個杏仁茶好喝。它的這個霸包哈，有他們自己手做獨特的味道，在外面吃不到的、哦。而且，哎，餡料很扎實，然後會流湯。啊，這裡開多久了？我這已經阮公公手的到那，已經有77年。啊，77年。嘿啊。3代吼。嘿啊，我嫁的才賣，我家本身賣60幾年。哦。大家攏3點就愛起來。會不會想睡覺？獨孤啊。我做電腦變冇問題，啊，人來咧叫你下地啊，時間到咯。平時足愛困的哦，啊，我一樓梯扭來安靜，我就開開一點。這就感覺。北港朝天宮，它前面這條中山路呢，就是北港老街啊。北港老街大家一定會很好奇哦，啊，它為什麼會這麼熱鬧啊？因為在17世紀的時候，北港朝天宮這邊呢，它其實是海港，然後後面呢，那時候就已經有媽祖廟了啊。因為是海港的關係，有很多海港工人嘛。啊，因此這邊呢就成了一個商業的聚集地，賣很多吃吃喝喝的哦，所以就是節市啦。聽到這裡一定會很奇怪啊，不對啊，海港啊，現在哪裡是海港哦？因為它這300多年間呢，它的地形地貌變化很快，所以原本的海港哦已經退到後面那10多公里了。啊，現在假如說要看到那個海港的遺址呢，其實是看不到的，因為它是埋在我前面的北港大橋之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北港老街這麼熱鬧，是它結合了宗教以及當地的商業文化，特別是宗教啦，媽祖信仰，讓這邊的生意也非常非常的興隆。啊，日新堂這邊有賣那個烙，然後有現場手作。日新堂也是我個人還有攝影師啊，會來這邊就是要採買回去給同事啦，或者是說給家人們。而且我今天才發現，哎，還有惜福商品啊。然後我沒想到哈，因為日新堂的話，它才只有46年的歷史，我以為它是100年老店，並沒有。它原本是做牛舌餅起家的，這家日新堂生意一直都很好，像現在是平日哦，生意也還是這麼好。啊，因為它的那個糕餅呢非常的好吃，所以日新堂我本人掛保證的推薦。那它衛生很注重哦，所以這個錢的話要自己去投。60哈，60自己辦。那它這個是單純的圓仔啊，老闆問我說要不要再加別的，我說不要。我就是想要吃單純的圓仔啊，因為剛剛才吃完早餐嘛，哦。所以來吃個那個冰，今天好熱哦，熱成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到底有幾個太陽？太熱了，來吃一下這快80年的老店嘞。它的圓仔啊，很綿軟，綿軟有韌性，然後很可愛的造型，而且哦，它的冰哈，它不是那種黑糖去做的那種黑黑的冰，但是它的糖水的那個糖味很夠。我覺得這種的話啊，因為現在很熱。要吃這種很清爽，然後又很甜，降火氣。所以這家店哈，也算是北港人會專程來吃的一家名店。啊，老闆也很有趣哦。基本上呢，這2天1夜的行程哦，我必須要講，實在是吃不夠，因為它這邊的美食太多了。不過我也要講實在話哦，它這邊的口味比較北港味。所以也是有一點點挑人吶，哦，這必須要老實說。然後其實，在台灣呢，有很多像我們這種宗教啦，結合當地文化的廟宇。我們之後假如說有機會的話，也會介紹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特別是不是台灣的觀眾朋友們。然後也很感謝我的網友啦，有提醒我要來拍宮廟美食行程。那今天的這一集的話，就到這裡結束了。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